今天我们要深入聊聊《易经》，这部中国历史上被误解最严重的经典，却蕴藏着最深刻的智慧。千百年来，许多江湖术士把它当成占卜吉凶的工具，可实际上它是一本严谨的人性博弈指南和危机应对手册。孔子晚年反复研读这部书，甚至把串竹简的牛皮绳翻断多次。他多次感慨，如果早些读懂《易经》，自己一生就能避免许多错误。连千古圣人都对他如此敬畏，可见其中藏着怎样震撼人心的道理。孔子这份遗憾正好戳中我们许多人内心的隐痛。你回想自己大半生，是不是总感觉有股无形力量在牵引？全力赚钱却换来满身病痛，对亲友真心相待却遭遇背叛算计。这不是你不够聪明，也不是你不够善良，而是因为你不懂顺应天时与人性。今天我不讲那些晦涩的阴阳爻辞，我们直接把易经规律应用到家庭和生意中。听完这篇内容，你就能掌握人生下半场的趋吉避凶方法，少走20年弯路。易经64卦以干卦开篇，干卦象征天，代表纯粹阳刚之气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。它像一部人生奋斗史，展现一个人从平凡到巅峰的全过程。干卦6个爻位，从下到上对应人生6个关键阶段。先看初九，潜龙勿用。这4个字是老祖宗给身处低谷、怀才不遇者的救命良方。潜龙就是深藏渊底的龙，它虽有冲天壮志，但在时机未成熟、实力不够时，必须收起所有锋芒，静静积蓄力量。勿用不是说你无用，而是提醒你现在不是发力时刻。映射到现实，当你年轻或事业起步、人微言轻时，绝不要强出头。你那些宏大方案在领导看来可能是异想天开，你展现的才华在同事眼里成了扎眼钉子。越急于表现，越容易成为最早被淘汰的出头鸟。这时最高智慧不是抱怨，而是像潜龙一样向内精进。读书，提升技能，观察成功者的处世之道，根基扎牢后，自然水到渠成，一飞冲天。接下来是9二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度过漫长蛰伏，你的才华开始显露，像龙浮出水面。这时关键是利见大人，大人就是你的贵人。一个人力量有限，想成大事，必须找到欣赏你、能提拔你的平台或领导。刘备若无诸葛亮，可能终生只是卖草鞋的人。你要主动靠近格局更大、能力更强的人，展示价值。但展示需深思熟虑，带着能解决对方问题的诚意。走过见龙在田，就进入第一个关口。93君子终日谦谦，夕惕若厉无咎。你已获贵人赏识，身居要位，事业上升。可这时也最危险，位置不高不低，上有领导注视，下有同事嫉妒，你像站在悬崖边，一步错就万劫不复。易经告诫君子要整日勤奋，夜晚还要警惕自省，这样虽处险境，却能避免大错。身处上升期，必须保持极度谦卑谨慎，夹紧尾巴做人，平安度过此阶段，你迎来跃升期。94或跃在渊无咎，你像龙在渊中蓄力，准备腾飞或自精妙，给你2种选择。继续安稳也可，但想更进一步，就抓住机会奋力一跃。这步风险巨大，可能跳槽或拿出积蓄创业，只要前3阶段准备充分，这一跃无灾。这鼓励我们在基础扎实时，敢于突破舒适区，成功跃升后来到巅峰。95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这代表你在行业顶级公司高层或领域拥有至高名望，你感觉无所不能，身边全是掌声，但这正是最危险时刻。看看那些事业巅峰的老板高管，为何突然倾家荡产？易经在最后一爻给出警告，上9亢龙有悔。亢是飞得太高，冲得太猛，一条龙只知向上，不知止步，最终失去依托，摔得粉碎，只剩悔恨。这皆是物极必反的能量守恒定律，事业财富到顶，下坡已在眼前。人性弱点是在飞龙在天时，成就感和奉承制造错觉。我们把时代红利错当成个人能力，野心膨胀。明明财富够家人几代无忧，却不甘心，看别人赚更多就加杠杆，跨界投资，或为权力卷入凶险斗争。历史上不懂此理者无数。秦相李斯助秦始皇统一6国，位极人臣。若巅峰时告老还乡，他是千古名相。可他贪恋权位，与赵高合谋篡改遗诏，最终被腰斩，满门抄斩。临行前他对儿子说，想再牵黄狗去上蔡东门打猎，可惜不能了，这是以生命换来的教训。
拉回今天许多商业巨头因不懂收手而倒下，公司上市利润可观，却盲目扩张，涉足不懂领域，市场一变，资金链断裂，财富归零，还被巨债。那些本该安享晚年的富豪成了失信人，深夜品尝的正是亢龙有悔的苦涩。所以易经第一道防身术是知止，财富地位到一定高度，不要追求完美圆满，天道既满，人道既缺，一旦圆满就走向残缺。最高智慧是见好就收，及时变现高风险资产为安全形态，守住80%果实，待家人全身而退，你才是人生大赢家。许多人做到及时收手，现金资产稳妥存放，以为从此高枕无忧。可你若这样想，更可怕的劫难在前面。为什么有些家庭拆迁暴富或中奖3年内必出大事？不是绝症就是败家子，财富没带来幸福，反而成催命符。要解开这个诅咒，需看第二卦坤卦。干卦代表天与进取，坤卦代表地与承载。坤卦中厚德载物人人听过，却少有人真懂。它不是道德口号，而是宇宙精密的能量守恒定律。物质、金钱、权力、名声，德指认知格局、心胸容量、抗压能力和对社会真实贡献。德行如桌子，财富如重物。桌子坚实，上敦黄金也稳；若是朽木，巨富砸下，桌子粉碎，你和家人被活埋。这就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很多人不懂为何钱多生灾，因为宇宙能量守恒，你获取超出德行的财富，系统会爆裂抽走。多余能量通过重病、赌博、诈骗或亲人出事平衡，这戳中父母最大焦虑。你省吃俭用给孩子买房买车留存款，以为是爱，可用厚德载物。想想你给了巨额物，却培养了匹配的德吗？温室孩子心理脆弱，格局狭小，人生桌子如玻璃。你给的财富不是后路，而是杀人的刀，他们挥霍教坏友，走向毁灭。古人说，留子黄金满山，不如教子易经。若无德行，财富就是催命符。所以易经第2道防身术是厚其德以载其物。财富增多时，别只想赚更多，要加厚桌子腿。做慈善反馈社会，修身养性扩大格局。对子女狠心，停止无限物质供给，逼他们吃苦历挫折，培养坚韧善良品格。只有德行够厚，财富才成家族福祉，而非定时炸弹。通过干卦之进退避灾，通过坤卦厚德守财。进退哲学与得物平衡，若烂熟于心，严格执行，人生下半场本该稳固。可你若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，就低估了人性险恶。我们活在充满攀比嫉妒的社会，你事业有成，家底厚，即使收手不扩张，常捐款，在别人眼里仍是块肥肉。人心最深不可测，有时恨你只因你过得比他好。隐藏嫉妒是最毒的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他们使绊、造谣、设陷阱，拉你下台。面对人性阴暗交织的天罗地网，难道只能坐以待毙？易经给出终极防御，在64卦中，唯独一卦6爻阶级，完美无缺。它是无数显贵、富商、平安着陆的护身符，就是第15卦乾卦。乾卦上坤下艮，地山谦，高山藏于大地之下。想象画面，一座巍峨高山甘愿低头，隐藏在平凡土地下。表面平淡，谁知地下藏着撼天飓风，这是最深沉的隐忍和生存智慧。许多人误解谦虚是软弱，摇尾乞怜。其实谦的前提是你必须是一座山，有实力、财富和才华，然后主动隐藏。这是高明战略防御，是看透人性后的终极伪装。易经说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这皆是宇宙最高法则。天削高补低，地让水流洼处，鬼神获满福谦，人厌交喜谦。你身段放低，财富锋芒深藏，就顺应天道地道，鬼神道人道，置身安全洼地，嫉妒之箭射向空中，无靶而落。这就是乾卦保全家族的底层逻辑。在现实中，如何运用谦智慧保护家庭财富？别在朋友圈晒豪车，别回乡炫富，别聚会高谈利润，这些炫耀在防护罩上凿缺口，换来嫉妒麻烦。他们借钱不还或造谣落井下石。真正高人深知财不露白，他们穿普通衣，开普通车，对亲友抱怨生意难，压力大。这启动谦的防御结界，别人产生平衡感，反过来同情你，财富在伪装下安全。
你关门想高质量生活，外披普通人外衣，把金山藏于贫瘠黄土下，无人觊觎，这是顶级保命守财术。职场商场同样如此，拿下大项目，地位重要时，别揽功自傲，那会功高震主，遭孤立。智者把功劳推给领导、团队和时代，真诚说自己只做了小事，荣耀散发给他人，你化解危机，或更多信任和追随。这就是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。你越谦卑，形象越光辉，地位越稳固。通过干坤谦三卦，我们掌握知进退、厚德守财、守谦卑、保命三大中年防身术。有了它们，下半场抗风险能力大增。可许多人此刻身处低谷，投资失败，倾家荡产，伙伴背叛，重病击倒，未来灰暗。易经能否提供起死回生、治愈灵魂的解药？答案肯定，它名字有3层含义：简易、变异、不易。这3把钥匙打开宇宙底层逻辑，也解开人类痛苦根源。简易告诉我们，最高深真理最朴素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春种秋收，大道至简。我们贪婪和过度思考，把生活复杂化。绝境时别求复杂妙计，回归简单，好好吃饭、睡觉，保重身体，这是最稳基本盘。变异是全书灵魂，也是解痛苦最强武器。宇宙唯一不变就是变。财富聚散，权力更迭，感情淡漠，生命衰老，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，太极否来，否极泰来。周而复始是必然规律，痛苦源于违背变异。我们执着过去辉煌、财富、誓言，妄图阻挡时间洪流，结果遍体鳞伤。读懂变异，你灵魂觉醒。破产、背叛、失位不是针对你，只是卦象流转。如四季轮回，生命有夏也有冬。冬天别穿夏衣硬扛，那会被冻死。面对低谷，最高活法是顺应天时。冬天到了，别借钱强创业，求人翻盘。冬天播种，种子冻死，越折腾亏越多，要懂得藏。像动物冬眠，降低消耗，关亏损店，断无效社交，远离烂人，精力收回到自身。读书锻炼，提升认知技能，这不是认输，而是最高顺应。你每一次隐忍学习，都在为下一春积蓄能量。只要活着，卦象流转时，能量爆发，带你重回巅峰。不易，则是在万变背后永恒真理。天道规律不变，因果循环不变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厚德载物，亢龙有悔。这些逻辑万年不变。敬畏不易规律，坚守厚德、谦卑、知止，你就拿到宇宙最稳保险单。外界风雨再大，也动摇不了内心安宁。因为一切顺应天道。我们大半生为碎银和面子，在红尘拼杀，满身伤痕。今天读完易经，希望你内心得到洗涤。请放下执念，放过背叛你的伙伴，天道自会惩他。放过失败的自己，那只是必经劫难。原谅所有遗憾、不甘和愤怒。后半生不再用拼杀对抗世界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洞悉进退，盈亏天机。繁华时抽身，低谷时蛰伏，用敬畏谦卑之心守护福报和家庭。今晚内容从干卦亢龙有悔讲到坤卦厚德载物，从谦卦终极防御讲到变异不易哲理。这不只解读古书，更是为人生阅历丰富者做灵魂按摩。如果你有所顿悟，请在评论区留下顺应天机。这是对千古奇书的敬意，也是给后半生的庄严承诺。无数灵魂共鸣，将汇聚强大平静能量。长夜漫漫，感谢你陪伴走过这段深刻旅程。愿易经智慧化作你下半场最坚固铠甲和最温暖明灯。祝你卸下疲惫，心如止水，得一安宁好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